Hi, I'm Alan Wong. I'm an anchor and reporter at ABC 7 News in San Francisco, and I'm standing in front of the Chinatown Gate in San Francisco. It's a symbol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communities across the U.S. and the many struggles Chinese immigrants have faced and continue to face in order to succeed in the U.S. One common struggle that may be encountered by Chinese immigrants and receives very little attention is depression. Depression is a mental health condition that can be an obstacle to adapting successfully to life in the U.S. Yet the problem of depression receives very little attention due to the stigma and discrimination associated with mental illness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It also receives little attention because little is known and reported about how Chinese individuals experience and express depression, which can be different from the way in which other Americans experience and express depression. As a result, both the professionals who provide services to the immigrants and the immigrants themselves have difficulty with recognizing the signs and symptoms of depression, which can be the first step in obtaining appropriate mental health care. A team of Chinese American professionals and community members in the San Francisco Bay Area created the educational film about depression that you're going to see. It's their hope to bring awareness, wellness, and prosperity to the Chinese American community. Hello， 大家好，我係 Mina 李適平，係 KTSF 26台溫馨全萬家同埋華人重刊嘅主持人。喺美國嘅華人社區，憂鬱症係一個好嚴重嘅健康問題，但係佢並冇得到重視。好多人，尤其是對新移民嚟講，佢哋唔係好了解憂鬱症嘅症狀同埋佢嘅治療方式，結果就令好多人呢就要自己受苦，而得唔到專業嘅護理。憂鬱症係一種好常見嘅精神疾病，咁移民呢就特別容易罹患憂鬱症喎。因為咧新移民咧就要面對好多新嘅挑戰，佢要接受呢個新嘅語言同埋文化，又要揾工，而又得唔到足夠嘅支持。咁而華人嘅獨特文化背景咧，亦都令好多人呢就係對憂鬱症同埋精神病咧就產生誤解，同埋覺得羞恥。咁好多人呢就等到問題非常嚴重嘅時候呢先至尋求幫助喎。咁好多時呢就去到佢哋已經冇辦法做嘢、讀書，亦都冇辦法照顧自己或者屋企人嘅時候呢，先至揾人嚟幫助。憂鬱症嘅治療呢係有效嘅，佢幫助好多人重拾信心，令佢哋嘅人生道路更加成功。我而家邀請大家一齊嚟收睇以下嘅片段，等大家更加了解憂鬱症同佢嘅成因。令我哋更加願意嚟到幫助我哋自己、屋企人同埋你哋嘅朋友。我哋勇於面對憂鬱症，並且得到及時嘅治療。王太太，是的，我是陈姑娘，是公共卫生的护士，今天来看望你。我等了你很久啦，快进来吧。你在这里坐吧。谢谢。你好吗，王太太？也还就是这样。你是陈姑娘吧？是呀，我是陈姑娘。陈姑娘，你有没有见过像我们这样的老人家住在这么杂乱的地方里呀？有，王太太，我经常去看望老人家，好多人都像你这样住在政府资助的老人公寓。我是一个丈夫已经过世的老人，我一生的工作就是照顾好我的丈夫，我的儿女。现在我的儿女都已经长大，丈夫也过世了，我觉得没有什么意思，我不需要照顾什么人了，所以我的生活好像没有什么目的。你现在的情况是很困难。是啊，我很孤单的，我常常一个人坐在这里，曾想过我会不会就一直坐在这里。你在这里住，觉得很孤独。是的，我不太喜欢出去，不太喜欢逛街，我一直以来都没有学习英文，所以出去看到那些外国人，我就不知道
要怎么办？那你有没有朋友跟你聊天呢？房子那边有一位太太，我有时候也会和她聊聊天的。至于其他的人，他们很烦啊，说话很大声，我不喜欢这样。那当你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你会去找谁？我很少找人帮忙的，比如清洁这些工作都是我自己做的。我很怕麻烦到其他人，所以我也不想别人帮我。为什么呢？我不想拖累别人，我也不想让我的儿女过来帮我。我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我就是这样生活。我怕拖累我的儿女，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所以我就一个人这样在这里。年纪大的老人家，儿女帮忙是应该的。不想找我的儿女，我也很久没有去过他们那里了。儿女们都有他们自己的事儿，上班上很长时间，而且还要照顾小孩，怎么会还有时间来理我呢？我不想拖累他们啊，我情愿都自己待着。在中国的文化里，强调孝敬父母的。不过，我常常告诉自己，来到美国以后，什么都不一样了。是呀，移民的老人家在美国生活真的很困难。我很久没有看过我的儿女了，我不想麻烦他们。我也没有办法照顾好我的孙子，他们跑来跑去，我照顾他们就全身疼，所以我就不过去了。而且我的孙子和我说英文，我不说的。我觉得他们这样不会听父母的话，那当然更加不会听我的话了。当然啦，年纪大了带小孩带孙子是很吃力的。那你现在每天怎么照顾自己呢？我常常都忘记事情。我曾经有过煮东西以后忘记关火，我已经烧坏了好几个锅了。邻居说快要烧掉房子了。我觉得我很多东西都记不得了，不单只是关火这么简单的事情。王太太，我们或许应该注意一下你记忆方面的问题。你有没有试过忘了吃药？我有一个药盒，但是那些药是针对我血压和胆固醇的，很多时候都是到晚上了，我都不记得吃，有时候甚至是第二天才看到药盒。那你注意方面呢？我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就好像看电视一样，看新闻，从头看到尾以后，我就忘记开头的新闻是说什么的了。那睡眠方面呢？我很难睡得着的，就算能睡着，半夜一醒就再睡不着了。那你睡眠方面的问题持续了多久了？多年来，睡觉都是有时好有时不好的，但是最近几个月，好像每天晚上都是这样睡不好。睡得不好是很多老人家都有的问题。
如果是偶然发生就不一样，但是如果常常是这个样子，就会影响到你的免疫系统，这样会导致你身体其他方面的毛病。你现在的胃口怎么样？我的胃口也不是很好，我吃不了很多东西的，常常觉得很累，没有什么精神，也没有什么精力。那还有其他身体方面的问题吗？我全身的骨头酸疼，有时候关节疼，有时候就是背痛。我觉得或许有一天没有办法照顾自己，我也觉得自己很没用。王太太，你身体方面有很多问题呢，那你情绪方面又怎么样？你有没有情绪方面的问题？我隔一段时间都会躲起来哭的，我觉得很焦虑，我对我的孙子感觉很焦虑，也对自己的身体感觉很焦虑。每件事我都感到焦虑的，我觉得我自己没有什么希望，我常常都会很伤心。我会不会和你说的太多东西了？我从来不会告诉这些事情给别人的。你今天能够来和我聊天，我感觉到很开心的。王太太，我是想看看怎么样可以帮助你，你继续说，和我多说一点也是好的。我整天都很担心，担心我的儿女，担心我的身体，我又觉得自己很没用。那这样继续生活下去，我又不想烦我的儿女，我害怕我的儿女以后都会送我去疗养院，我不想去的，我也不想连累我的儿女。我觉得我最终还是要去疗养院。我明白。我常常想起以前的事，想起以前很难的日子，整天脑子都是转来转去，所以我的心情很不稳定，很不平静的。王太太，你现在面对的是很多很困难的情况，那你有没有做一些你喜欢的事情，去放松一下自己？有什么是你特别喜欢做的呢？我以前有一些朋友一起出去逛逛公园，不过我全身骨都疼，我又害怕会摔倒，我现在就没有再去了，我就待在家里了。有时候我也很喜欢看电视剧，但是现在连这个兴趣都没有了。王太太，你有这样的情绪问题持续多久了？自从我丈夫过世以后，都有1年时间了。王太太，在过去的1个星期，这样的影响对你有多深？差不多每天都有这样的感觉，都觉得很担心和不开心。王太太，今天谢谢你这么详细的告诉我你的情况，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想告诉我？我有时候感觉很无聊，有时候有感觉很混乱，有时候我又觉得自己不知道在想点什么，我就觉得自己是不是有一点疯了，或者神经质呢？有时候我耳朵又听到嗡嗡响，是不是我有什么问题呀？你不是有神经病，你的情况就是最近因为失去了你的伴侣，先生刚刚去世，你的儿女又很忙碌，不可以照顾到你，文化方面又不同，大家的价值观念也不一样，跟孙子的价值观也不同，你的经济不太好，身体又有毛病，要面对文化上的不同，
其实压力真的很大，你感到很孤独，而且你这里没有互助联网，有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很无聊。其实很多老人家都有这方面的问题。你当然不是神经病，很多老人家都有这种感觉的。我还有一个问题，你有想过去伤害自己吗？我没有想过去伤害自己，但是我有时候会去想，我什么时候会死。王太太，我想给你我对你的初步评估。由于你所有情绪和身体上的问题，我觉得你有忧郁症。忧郁症？王太太，你面对很大的压力，而压力是可以导致忧郁症的。有些人的忧郁症呢是遗传的。一般的年轻人，如果他们遇到巨大的压力，他们也可能会患上忧郁症。但是年轻的时候，他们可以解决自身的问题。当我们年纪大了，我们的身体啊、情绪啊、脑子啊，会有比较强大的反应。我以为这个问题只有老人家才有的，没想到现在这么多人也有忧郁症的可能性。你的症状和你上了年纪是有一点关系的，但是也是和忧郁症有关的。王太太，如果有一些情况导致他们做不了平时能够做的事情，这对他们的影响很大。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想让他们想想他们是否有忧郁症。王太太，我想请你来我们诊所见一下心理治疗师，他们可以帮助你检查一下你是否有忧郁症。如果有的话，他们可以解释用什么治疗方法可以减轻你的症状。还有，他们也可以帮助检查一下你的身体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导致你有现在的症状。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的心理上有问题。这不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因为好像这个问题应该不会影响我太久的，我都忍了这么久。我们说的这些症状不容易去解决的，不管是什么年纪都是很困难的，而且这些症状不一定会自动消失的，治疗是有效的。很多人得到治疗病好转了，但是很多老人家不知道忧郁症是什么，也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减轻忧郁症。如果他们不寻找治疗方法，他们就会继续去想他们的问题，甚至会感觉到很失望、很绝望。真的可以治疗的吗？那有哪些治疗的方法啊？其实治疗的方法是有很多种的，它们包括在活动方面，例如运动，又或者在社交方面，饮食方面也是有影响的。有些人也会去参加辅导的，去学习如何解决我们面对的压力。同时也有一些人喜欢去参加互助小组，吃药也是有帮助的。很多人都不知道忧郁症是一种病症，忧郁症是可以治疗的，就像糖尿病一样，用药物就可以控制。每个人都可以选择他不同的治疗方法。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开始去寻找治疗的方法，要不然我介绍你去给我们的一位心理治疗师，好吗？好啊，谢谢你。一会儿我打电话给你吧，告诉你预约的时间。好啊。这里有一份小册子，你可以花一点时间看看，填写一下哪些情况是适合你的，
当你去见心理治疗师的时候，把它一起带过去。好啊，谢谢你，我会按照你的话去做的。你可以享受你的安闲生活，你可以有一个充满希望和光明的未来。你可能有时感到情绪低落，甚至绝望，但为了你的家庭和你自己，你有责任去改变现状。如果你有某些类似黄太太或叶先生那样的症状，你要告诉你的家庭医生、社工或者任何心理健康专业人士，告诉他们你的压力和症状，并要求介绍你去见心理治疗师。如果你的症状令你感到不安或有伤害自己的想法，请立即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你可以致电24小时防止自杀热线，三藩市热线是415-781-0500，全美免费热线是1-800-273-8255。你要积极寻求解决方法，那样就可以开心和成功，走出困境，光明在望。